大家好，今年的外卡战即将开始，考虑到时间和我制作的速度，在前瞻系列中，剩余的队伍会在季后赛中或者是球季后用季赛总结的方式完成。目前会先进行季后赛中各种组合的分析。对于其他队伍的支持者，这边先说声对不起。那今天在外卡系列赛中要先带来的是目前唯一已经确定的对战组合——芝加哥小熊与圣地亚哥教士。首先，在例行赛的战绩上，小熊拿下了89胜69败，教士则是87胜72败，两队的差距只有2场，并且本季在6次交手中战绩平手，各拿下了3胜，这也意味着双方的实力非常接近。不过本系列赛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小熊目前握有主场的优势。小熊在主场的战绩是47胜30败，胜率高达了61%，而教士的客场胜率则不到50%。主场气氛、球员熟悉度，甚至风势，都可能在这个 BO3 的系列赛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接着我们看到整个赛季的攻守比较，在打击火力方面，如果从整季的攻击数据来看的话，小熊的打线明显优于教士。WRC Plus 109高于联盟平均，教士则是只有101。全垒打数上差距更大，小熊211支，教士只有147支。长打率上，小熊是4×26，教士只有3×88。也就是说，小熊在进攻端上更有爆发力，尤其是长打火力。而投手表现的部分的话，投手部分优势则明显在教士这一边。ERA 教士 3.66， 小熊则是 3.83， K9 值教士接近9，小熊则是不到8。WAR 教士的投手群是 16.4， 远高于小熊的 12.5， 也就是说，教士的投手群更能够主动掌控比赛，小熊这边则是有较佳的控球来避免保送。看完整个赛季的攻守数据，接着来到近况。在9月部分打击端的话，小熊的9月份打 WRC Plus 是105，依然高于平均，不过教士的长打火力有明显的上升，全垒打数和打点都比小熊还要高。虽然整体的上垒率下降，但串联上做得更好，火力的爆发力更强，这对短系列赛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再来看到投手端的部分，9月份的投手数据呈现了比较有趣的对比。小熊队在投手群在压制失分和控球方面表现得更加优异，然而教士队的投手群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三振能力的显著提升，从赛季平均的 8.91 飙升至 10.10， 显示其投手在季末状态的调整相当出色，具备了更强的统治力。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投手深度，就是先发与牛棚的部分。在先发轮值上，小熊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点。王牌金永生态的状态低迷，9月的 FIP 高达了 6.55， 在20局的投球中就被打了高达12支的全垒打。而另外一名赛季中倚靠的先发 Mason Boyd 同样凄惨，一样被打出了12发全垒打， FIP 来到了 5.70， 这两位先发选手的状态让人担忧。不过 Colin Ray、Jameson Taillon 和新秀 Cat Horton 的表现亮眼，9月的 FIP 都能压在3以下。在这只有3场的外卡系列赛中，小熊要如何抉择先发的人选？是要相信近况极差的王牌投手，还是9月数据良好但整体球威可能只是3、4号先发的选手？这里的选择可能成为这系列赛的分歧点。比起小熊，教士的先发选择则轻松许多。赛季倚靠的主力投手状况都没有到太差，其中 Dylan Cease 和 Randy Vasquez 的状态都十分火热。Cease 9月的 FIP 只有 2.56， 因此他们只要按照正常的模式去安排先发投手就可以。结论是，教士的先发阵容在这只有3场的外卡系列赛中，我认为稳定性是比小熊还要好的。牛棚部分，教士最大王牌就是季中交易过来的 Mason Miller， 在9月份目前缴出0失分， FIP 只有 0.34， K9 高达18的成绩几乎无解。再加上 Suarez、Morejon 等投手，他们的后段战力极为完整。小熊的牛棚则是比较稳健，但相较之下比教士压制力差了一点。Kidry、Brad Keller 和 Caleb Silva 是亮点，但整体上在比赛后段与教士相比则是较难抗衡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比赛进入后段的话，教士的胜算稍微大一点。看完投手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打者与一些伤病的影响。在小熊这边，凯尔塔克因为小腿拉伤，缺席了9月份大部分的比赛。其回归状态是最巨大的未知数，加上明年将成为自由球员，他的发挥能否顺利，以及在比赛中会不会因为伤势而有所保留，我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变数。另外则是铃木诚也在9月份的状态极度低迷，WRC Plus 只有61，而且目前还没有击出任何的全垒打，
作为打线的核心，他的熄火对小熊的进攻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 Michael Bush 的话，在主套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他将是承担打点重任与上垒的关键人物。不过有人状态低迷，但也有人在这时候跳了出来。Nico Hoerner 和 Ian Happ 这两位是小熊队在9月份打线的最大亮点 ，WRC Plus 分别高达了158和153。他们火热的手感是小熊队能否突破教士投手群的希望所在。而在教士这边的话 ，Manny Machado 作为球队的领袖级打者，在9月份的状态同样令人担忧。WRC Plus 目前只有64，陷入比较严重的低潮之中。而 Fernando Tatis Jr. 整季都是球队的攻击核心，他的稳定发挥是教士队打线的基石。那近期来讲的话，与 Machado 的低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士队在9月份有几位打者的手感火烫，形成多点开花的攻势，其中是 Jackson Merrill 打击手感非常烫 ，WRC Plus 高达了166，是打线近期最具破坏力的爆发点。另外可以注意的是，则是 Bryce Johnson 异军突起，在有限的机会中缴出 WRC Plus 153的惊人效率。另外，二垒手 Jose Iglesias 近2周火烫输出，将9月的 WRC Plus 拉抬到了146。不过，他生涯多数时间 WRC Plus 只能在80附近徘徊。季后赛是否要重用，则是值得思考，或是更换的时间要足够果决。伤病部分 ，Boga 因为腿部骨折缺席，对于内野的防守和打击都有影响。牛棚投手 Jason Adams 本季报销，也削弱了中继的深度。再来，我们看一下几名主力球员对球种的打击成绩。教士这边 Tatis 本季的攻击火力专注在直球上，对直球有3.27%的打击率和5.09%的长打率 ，WOBA 高达了4%以上 ，Whiff percent 只有18.4%，但对变化球和 off speed 类的球种打得不是很好。变化球整体只有2.17%的打击率和4.23%的长打率，然后 Whiff percent 则来到了33.8%。Off speed 则是更低的1.40%打击率和1.98%的长打率，以及4.6% 的 whiff percent。而变化球中，除了 sweeper 以外的球种都打得不是很好。相较之下 ，Machado 则是平均了一点，不过变化球中则是反过来对 sweeper 打得最差。但这两位的共通点是对直插球或是变速球的成绩都不好。另外 ，Machado 的生涯季后赛 WRC Plus 会从季赛的122掉到只有85。而小熊这边 Kyle Tucker 也是属于比较平均的那一派。细看来看的话，是对 Carter 和直插球打得比较差一点。对于 Knuckle Curve 有最高的挥空率，不过这个球种的样本数不高。铃木诚也则是对变化球的成绩最差，但对 Off Speed 有着最好的成绩。变化球中滑球 Sweeper 都有很好的压制效果，打击率都不到2成，并有35% 以上的 Whiff percent。总结来看的话，这组对决我认为有几个决胜点。第一个是小熊能否拿到主场优势，然后依靠小熊的主场优势去抗衡教士的先发轮值和后援投手的部分。Wrigley Field 的氛围能否帮助小熊的先发投手顶住压力，还是教士的 Cease 和 Vasquez 能够反客为主？另外则是核心打者的状态，小熊需要铃木诚也和塔克及时回稳和回归，否则进攻端会大打折扣。教士只要看 Machado 能否摆脱低迷的状态，或是 Merrill、Johnson 等人能够延续9月份的火烫状态。第三则是牛棚的部分，只要教士能够在比赛中段取得领先，那 Miller 上来几乎可以等于胜利保证。小熊唯有在前中段建立优势，才有机会守住战果。第四点则是左投的部分。数据显示，当教士的打者不论是左右打面对到左投手时，整体的打击成绩都会比较受到压制，都会掉到100以下。因此，小熊的左手群能在这个系列怎么使用，恐怕也是一个关键。总结来看，小熊有着更深的打线火力和主场优势，但王牌金勇的低迷与核心打者的状态成疑，让不确定性提高。随着双主炮塔克和铃木的受伤和低迷，虽然9月份小熊整体的 WRC Plus 还是高于100，并比教士还要好，但却无法转换到得分上。得分91分，排在第20名，比教士的96分的14名还差。两队原本在赛季中的打击差距，我认为目前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然而投手群的部分，教士的投手群稳定度更高，尤其是 Mason Miller 在后段几乎等于保险锁，让他们在短系列赛中更有胜算。综合评估的话，这个系列赛对小熊有比较多的未知数。先发要选择资历还是近况，打线端要看 Tucker 回来后的状态，以及铃木诚也能否回神。整体来看，教士是比较有利的那一方，但如果金勇能够回神，以及Tucker回归顺利的话，那小熊的机会可能比较大一点。
那今天的影片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